為什麼別人看着都好好的，你的心態卻越來越崩了？越來越多的人每天都生活在充滿垃圾情緒的環境中，不知不覺自己也受到了感染，產出越來越多的垃圾情緒。拿破崙曾經說過，能控制好自己情緒的人，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將軍更偉大。一生的資本裡說過，任何時候一個人都不應該做自己情緒的奴隸，而應該反過來控制情緒。無論境況多麼糟糕，你應該努力去支配你的環境，把自己從黑暗中拯救出来。活得自由快樂的人都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緒。樊登老师在講情緒急救時提到過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人們都知道如何應對身體的受傷，卻對情感的受傷一無所知。當情緒出現問題時，我們總奢望簡單的依賴時間去沖淡一切，但往往事與願違。沒有處理好的情緒猶如垃圾，會在時間的沖刷下加速發酵，不知何時就會給人致命一擊。到了萬事纏身的年紀，想讓生活井然有序，就要學會分類處理情緒垃圾。相信你也聽過蟒蛇和巨子的故事。起初，蟒蛇只是被巨子輕微擦傷，但是因為一時的意難平，它失去了理智，奮力纏緊巨子，最終一命嗚呼。可憐的蟒蛇至死也沒明白，殺死它的並非巨子，而是自己失控的情緒。生活中，我們也難免遇到不遂心意的事。有些人百思不得其解，不斷反芻內耗；有些人愤憤不平，腦子一熱釀成慘劇。說到底，人這一生不過是收拾一個接一個的情緒垃圾現場。若任由情緒肆虐，輕則後悔不迭，重則傷人傷己。電影《荒蠻故事》裡有個片段印象很深，高速公路上，奧迪車主嫌旧卡車擋路太慢，就鳴笛示意卡車司機給他讓路，但卡車司機故意視而不見，反而更慢地行駛。奧迪車主一氣之下踩下油門，瞬間超車，還不忘衝卡車司機豎了中指。卡車司機覺得自己受到侮辱，怒火中燒，緊跟其後，試圖伺機報復。沒過多久，奧迪突然爆胎，停在了路邊，車主下來修車。這下讓卡車司機逮到機會，直接對着奧迪就是一通猛撞，並且公然挑釁車主。兩個人都在憤怒中失去了理智，在車裡互毆了起来，一不小心就引爆了油箱。車身迅速被點燃，兩個司機都來不及脫身，最終釀成慘劇。正如心理學家黃世明說的，當心理空間比情緒大時，你就自由了。情緒本身並不可怕，真正致命的是情緒處理不當所產生的情緒垃圾。情緒是個需求信使，它只是來傳遞信息的。只有不被情緒占滿思緒，我們才有更多空間去看清情緒的全貌。學會解決情緒背後的真實需求，才是破局的關鍵。特別贊同這樣一句話：疏不散的負面情緒都變成了無止境的精神內耗。壞情緒如同垃圾，如果對其置之不理，生活遲早布滿塵埃。心理學家蕭然在演講時分享過一個故事，他曾經接待過一個患者，心臟和脈搏都已不能正常跳動了，因為他心臟內部的自主神經已經撕裂了。得知誘發原因後，更是讓人心疼不已。原來6年前患者的母親在車禍中去世，當時他悲痛至極，竟失去了哭的能力。之後的日子裡，他時常想起母親，每次都難過萬分，卻從未掉過一滴眼淚。慢慢的，他出現了心衰，得了嚴重的心臟病。後來，蕭然一步步引導患者和母親道別，並教他如何釋放悲傷。幾個月的心理疏導之後，患者終於恢復了哭的能力，心臟問題也奇蹟般的開始好轉。蕭然說，有一種創傷，既是內心的創傷，也會記載在身體上，以疾病的形式存在。很多時候，壓抑情緒其實就是在自我傷害。成年人總是誤以為掩蓋起來的情緒會像食物一樣被消化掉，如同從未發生過。殊不知，家庭、工作中那些未經妥善處理的委屈、憤怒，只會悄悄變成反噬我們的毒素。想改善生活裡的一地雞毛，就一定要學會妥善地處理情緒垃圾，否則，因為情緒欠下的債，早晚會將你拖入更恐怖的無底深淵。生活中很多事情需要升維思考，降維解決，結局才能柳暗花明。
情緒處理也是如此。懂得跳出情緒的沼澤，妥善地分類處理情緒垃圾，才能讓困頓的人生重新洗牌。一干垃圾抱怨。心理學上認為，抱怨就是在潛意識裡暗示自己我不行。抱怨多了，那些不想發生的事情就會更頻繁地發生。因為一個人抱怨越多，勇氣就會越少，然後更堅定自己的負面想法，於是就進入了面對挑戰時更無助的惡性循環。想要低頭抱怨時，不妨試着抬頭看看周圍，從堅持一件小事開始改變。比如堅持每天睡前做30秒平板支撐。當我們發現自己可以每天持續完成一件事時，便也重拾了戰勝生活的勇气。逆風翻盘並非易事，但行動總比抱怨來得有效。2. 有害垃圾憤怒。余秋雨曾說，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瑣碎的裝飾上呈現。所謂弱者易怒如虎，強者平靜若水。越沒本事的人越容易發脾氣，因為他們的心胸不夠寬廣，容不下半點不如意。智者之所以能将自己的脾氣調成靜音模式，不是他有多偉大，而是在利弊權衡後做出的最佳選擇。3是垃圾玻璃心。現在很多公司的应聘需求裡會加上一句，不要玻璃心。成年人的世界裡，誰又不是一邊所向披靡，一邊為自己舔舐傷口？誰也不是生來就堅強，不過是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至暗時刻之後，讓那顆原本易碎的玻璃心變得結實起來。面對生活的不如意，只有活出韧勁兒，才不會輕易被風雨打碎。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別忘了關注才知道並點擊小鈴鐺，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4可回收垃圾的焦慮。焦慮不過是一種自討苦吃的情緒，面對焦慮，不如將它回收，把縹緲的燒腦空想轉換成防微杜漸的及時自救。人生最大的誤解就是活成別人眼中的樣子，把焦慮攀比的時間用來統籌提升自己，在屬於自己的軌跡裡，才能活出更自信的明媚人生。情緒對一個人到底有多重要？看完視頻，希望能對你有所啟發。情緒穩定是最好的養生。現代醫學認為，良好的情緒可使機體生理機能處於最佳狀態，使免疫抗病系統發揮最大效應，抵抗疾病的襲擊。許多醫學家認為，軀體本身就是良醫，85%的疾病可以自我控制。所以，心理學家又把情緒稱為健康的指揮棒。當我们因为各種事情而產生壞情緒的時候，最先受到攻擊的是身體的免疫系統。不良情緒會以攻擊身體不同器官的方式來化解，這也是導致我們身體出現病症的原因之一。不同的情緒會攻擊不同的器官，經常因為生氣而情緒不穩定的女性更容易患乳腺癌。經常因為一點小事而生氣、爭強好勝的人容易引發頭痛。經常因為恐懼而情緒不穩定的人，腎臟肯定不好。有研究指出，導致免疫系統出現問題的主要有7大情緒，按影響程度排名為生氣、悲傷、恐懼、憂鬱、敵意、猜疑以及季節性失控。現在生活節奏變快了，人們的情緒也變壞了，稍有一點不順心，下一秒就會情緒失控，像一頭暴走的獅子。殊不知，人在生氣時，體內會分泌一種叫兒茶酚胺的物質，它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後，引起血糖升高，脂肪酸分解增加，肝細胞內毒素也會相應增加。身體不會說謊，你的所有情緒它都會一點不少地幫你儲存起來，到一定時候就會突然爆發，讓你猝不及防。長期情緒不穩定或長期被情緒所支配的人群，患病的幾率高於正常情緒人群很多倍。所以保持穩定的情緒是健康身體的基礎，能控制此刻的情緒，才能控制今後的未來。80%的人被情緒所掌控，成為情緒的奴隸。非洲草原上的野馬異常兇猛，當成群結隊的野馬群經過時，就連獅虎都要退避三舍。但吸血蝙蝠卻是野馬最害怕的致命殺手。這種蝙蝠以吸食動物的血生存，常釘在野馬的腿上。野馬被盯上後就會情緒暴怒，不斷狂奔，但吸血蝙蝠始終不依不饒，
一定要等吸飽血之後離開。很多野馬都被吸血蝙蝠折磨而死。後來，科學家研究表明，這些吸血蝙蝠吸食的血量其實很少，根本不足以導致野馬死亡。真正導致野馬喪命的是它們被蝙蝠叮咬之後的暴怒和狂奔。很多人認為動物怎麼能和人相比較呢？人肯定是比動物要聰明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從心理學的角度講，情緒是一種非常高級的大腦活動，擁有很高的處理權限。換句話說，一旦你被激起了情緒，大腦就很難按照正常的思維方式去處理問題，而是被情緒牽着鼻子走，成為了情緒的奴隸。前段时間，某個周一早上，去上班的路上，準備出地鐵的時候，見到了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幕。一個20出頭、瘦瘦的女生，在對面進入地鐵的安檢口，聲嘶力竭地大吼，在她腳邊是散落一地的私人物品。從她的聲音和肢體動作看得出來，她很激动，整個人都在顫抖，聲音尖利，幾乎整個地鐵站都能聽見她的吼叫聲。在排隊等待刷卡出站的幾十秒鐘，通過她不斷重複的質問和控訴，我大概知道發生了什麼。女生過安檢的時候，因為包裡帶了一小瓶不知是什麼噴霧，安檢人員告訴她，這個噴霧不能帶上地鐵，如果執意要坐地鐵，就只能把噴霧拿出來放在安檢口。女孩說，以前帶上地鐵都沒事，現在怎麼不行了？是工作人員故意針對她。因為上班高峰期，後面过安檢進地鐵的人非常多，聲音也吵鬧，也許是工作人員跟她說話聲音大了些，她覺得工作人員在給她甩臉色，態度惡劣。我走之前看到她更是一個勁地拉着一位工作人員歇斯底里討說法。因為趕着去上班，我很快走出了地鐵口，但那個歇斯底里的女孩拉着安檢人員討說法的場景卻很久都沒有忘記。這種場景在我們生活中經常出現，我也經常會遇到這樣類似的事情。我不能說每一次我都不會生氣，但是我絕對不會因為生氣而忘記自己現在最該做的是什麼，更不会讓這種憤怒的情緒繼續發酵，戰勝我的理智，讓我被情緒所操控。你和地鐵安檢工作人員面紅耳赤爭論半天，除了會讓你上班遲到，毀掉一天的心情，在接下來每次路過這個安檢口都會想起這段不愉快經歷。除了這些，你還能得到什麼？我們每天都要遇到各種各樣的事和人，憤怒和生氣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情緒。總有人會把這些人與事處理得恰到好處，既解決了事情，又能保持好心情，而不是讓生氣不爽的情緒繼續蔓延，漸漸佔據理智，直到失控。當你憤怒的時候，心就會被魔鬼所吞噬。正如羅伯頓所言，如果世界上有地獄的話，那就存在人們的心中。如何才能隨時把控好自己的情緒？有些人靠的是天賦，而更多的人是需要後天不断的思考、分析和訓練。掌控了情緒，才能成為情緒的主人。從暴躁易怒到遇事沉着冷靜，對於我們大部分普通人來說，並不是天生如此，都是從各種坑和各種虧裡面成長而來的。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掌握情緒的高手，他們都是從各種吃虧上當中摸爬滾打，慢慢積累經驗，不斷反思、總結、分析，才慢慢形成一套自己的情緒控制方法，成為情緒的主人。真正的高手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控制情緒，把握情緒。中國公關第一人，北京文遠達成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創始人李國威可以說是情緒穩定的代言人。李國威曾在通用電氣中國擔任14年公關傳播總監，在通用電氣任職期間，有一次，李國威帶着國內汽車媒體和記者到國外參加車展，但是由於航班延誤，大家到達車展時都十分疲憊了，因為倒時差，語言又不通，寫稿出現了困難。但根據要求，稿子必須當天發，有的記者扛不住，急得崩潰大哭。在這種慌亂時刻，李國威穩住心神，當機立斷，讓所有記者全部回酒店休息，自己到新聞中心拿到所有稿件，評估當天可用的備稿、寫稿時間，然後根據自己的經驗，把材料中的行業趨勢重點一一列出。3個小時後，他把休息過的記者召集過來，拿着材料講，重點講述通用汽車，記者們心領神會，邊聽邊寫稿。就這樣，一篇篇名義上報道車展，
實則報道通用汽車的稿件迅速出爐，記者即完成了任務，李國威也達到了對通用宣傳的目的。試想一下，如果李國威也像其他人一樣扛不住事，在緊要關頭不能保持情緒穩定，先想解決辦法，哪怕他再有經驗、才華，恐怕都沒法圓滿完成這一次任務。在糟糕的情況面前，一旦讓情緒控制自己，淪為情緒的奴隸，就會困在情緒的漩渦中無法自拔，哪怕還有其他辦法可以彌補，理智也會被情緒所淹沒，最後造成無法挽回的結果。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費斯汀格有一項很出名的研究結論，被稱為費斯汀格法則。生活中的10%是由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組成，而另外的90%則是由你對所發生的事情如何反應所決定。的確，無論是在職場還是生活中，總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導致各種突發問題。當問題發生時，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是情緒崩溃的人。釋放情緒是我們的本能，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那才是本事。如何管理好情緒？反复深呼吸，在心裡默数60秒。对於我們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就算你處於憤怒、生氣、激動、傷心的情緒當中，該你做的工作你還是要去馬上處理，不能因為今天心情不好、情緒不穩定就回家休息了。畢竟我們都需要養活自己。這時候反复深呼吸並倒數60秒，你會發現之前的壞情緒已經過去了一大半，理智已經慢慢回歸。當我們和他人爭論、被他人誤解等產生憤怒或羞愧的情緒，都可以用這種方式讓自己冷靜下來，讓理智回歸我們的大腦，不會因為一時的不良情緒而說出無法挽回的話。當你的負面情緒突然停止60秒後，想要爆發的欲望就會瞬間变小再变小。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開始理性思考，而不是完全被情緒左右了。60秒之後，你也許會感到慶幸，因為及時控制了情緒，沒有丟失一份友誼，沒有失去一份工作，沒有讓自己處於不利的環境當中。2、把情緒記錄下來。當我們情緒糟糕、心情不好時，都需要一個樹洞把這些不良情緒發洩出來。但是日常生活中可能沒有那樣的條件。這個時候，嘗試在紙上寫下來，把自己當時的心情感受、不爽的話、想爆的粗口都寫在紙上。如果因為心情實在太過憤怒，用力過大把紙劃破了也沒有關係，只要達到目的，把壞心情發洩出來就可以了，其他都沒有關係。在你把這些壞情緒都寫在紙上後，你會發現內心已經平靜了很多，剛才那憤怒到極致的情緒已經不見了。文字能治癒人心，撰寫的過程也是梳理自己情緒的過程。把情緒記錄在紙上，既不會傳遞負能量，又能在記錄的過程中學會自己消化情緒。3、找到讓你情緒崩塌的點。很多時候壞情緒的出現不是无理由的，可能是因為別人的一句話、一個動作，或者因為別人語氣不好等，都可能讓你突然發怒和生氣。這時候我們可以反問自己，為什麼會突然就生氣了呢？因為哪個點觸動到你了，你才產生了這個情緒？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很多人都喜歡隱藏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有時甚至習慣自己欺騙自己，找到引發自己情緒崩潰最本質的原因，能讓你的內心无從隱藏，面對現實。只有清楚地知道引起自己情緒的本質原因，才能更快速地解決掉負面情緒。在需要的時候，解剖自己的內心，必要時要对自己狠一點。4、整理。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當心情不好的時候，用打掃衛生的方法轉移情緒，讓自己從原來的情緒當中抽離出來。很多人心情煩躁時都喜歡整理，這是一個排解情緒的好方法。這種機械性不用思考的活動是最容易讓大腦產生愉悅感的。拖地、整理書架、疊衣服等等，都能讓佔據大腦的負面情緒慢慢抽離，直至消失。過一段時間冷靜後，你會發現情緒已經回歸平靜，一切都沒有想象中那麼難以接受。5、復盤每次的壞情緒。學習、工作到一定節點後，我們都知道要進行復盤，避免下次犯同樣的錯誤。同樣，我們的情緒也需要復盤分析，這也是讓我們學會情緒管理的必修課。每次產生不良的情緒，待發洩完之後，無論結果好與壞，我們都需要做一次深入的分析和復盤。分析的越是透徹，對情緒的掌控力就越強。下次遇到同類型的情緒問題，
就不會一味地被情緒牽着鼻子走，讓情緒成為我們的主人。情緒管理和學習工作一樣，需要不斷的復盤才能不斷的進步。畢竟連情緒都管理不好的人，怎麼能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呢？你可以很孤僻、很封閉，可以不和別人說話交流，但你不可能不和自己相處對話。你永遠也繞不開和自己的情緒打交道。所以管理好情緒，你可以更快樂、更自由。管理不好，就會被它奴役，甚至被它折磨、吞噬。不會處理情緒的人，身上會堆積很多情緒垃圾，這些垃圾會形成磁場，匯聚成情緒黑洞，稀釋掉我們面對生活的勇氣與自信。學會分類情緒垃圾，其實就是學会看到情緒背後的需求本質。下次在情緒上頭時，請記住一個最簡單有效的生存邏輯，像碎片整理一樣，把情緒逐一處理妥當。如此，人生的很多煩惱也就一起自動清場了。願我们都能學會安放情緒，輕裝上陣。關注我，我是才知道，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